虽然70后表面是傀儡，但是谁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伟这样子的人，只要扒穿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底下会有什么动向了。那曼姐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我要尽快让李汉志和水野谢贤确信，他们手里有明代的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志就都看中这份情报。明白了。明白。好，来了。记住，去四平商店买1万套货米，只买1万，然后尽快把情报转递给老大。哎，我知道了。快吃饭了。吃饭了。梁硕，总算等到他们有空了。今天算是我们的开业饭。开业饭，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梁硕，哎，来了。他说了吗？还没。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啊？哎，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2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这2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我是一个人2只手，又不是3头6臂的孙悟空了。就是挑3拣4的。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硕，你不帮我？你今天才知道？来。喂，啊，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好，能快一点好不啦？哦，说。好吃的，我肯定好吃。抓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啊。这高木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跟我们要人呢。啊，我们得怎么回复？怎么回复？先给我拖着吧。主任知道吗？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那你他妈不早说！我没找到您人呀，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行了，你们在那等着，我现在回总部。你快一点啦，就等你啦。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那你饭不吃了呀？怎么回事？棉花糖要人，主任很重视，他已经回去了。你怎么说？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行，你们吃，不用等了。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吃啊吃啊。处长，主任呢？里边呢，已经审着了。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共匪就招了。招了啊！我早晨审的时候，他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这咱们出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那女共匪可真了不起，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了，硬是不松口。少他妈废话，说重点。这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兄弟，进去看看吧。开门。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城调取。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你要清楚一点，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知道什么？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
为什么结识他？什么？为什么？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我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出身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一份名单。哦，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记录员，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有时间庆祝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是属下失职，一定吸取教训。主任，梅花堂这边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那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在这个共产党身上能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是，把后面的事情做好。这次审讯有没有成果，就全靠你了。您放心，我马上去办。啊。就只要这装上来。先放下来。哎，慢走。哎，好，谢谢啊。哎，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虾青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有太湖米吗？有是有，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价格也不划算。我买1碗。行，您稍等。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到，快点进来。好。所剩在那里了。谢小姐，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裴曼姐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梁硕，他还说了什么？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裴曼姐，但是需要您的配合。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的确来源于日本人钱景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您说的是。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一男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没错，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贤妻冷子布置得当，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人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10几年前制定的，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哎，这个钱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
不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呀！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我们南京政府的人？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呐！不管名单上有没有新政府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进去。现在的情况是，特务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你让汪主席和新政府该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呢？那还谈什么共荣啊？想不到这背后还藏着这样的阴谋，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呢？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是，我们和日本人的这滩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精味了。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3次了。江飞曼这个人，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此人，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是。我们也借此机会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共産党は勝ちする恋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奴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ん。もしかしたらわざとかもしれん。機関銃のご意見に賛同いたします。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重鎮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機関銃、情報を漏らす者が浅井間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なるほど。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私はすでに3件76項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講習で出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はい。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上海出了这样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时间？他们懂得这2个字的含义吗？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怎么，你怀疑他？信任对一名特工来说是最要命的事。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那你想怎样？我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军统2处
在多年前，在曹京办过一期训练班，好像是你经手的吧？有这么回事。这期训练班创制规模不大，但受训的内容是正规的。李行社的几个元老都去上过课。可这个训练班早已经因为经费的问题被取缔了，而且当年加入培训班的都是些10来岁的孩子。我们的本意是想拔一些苗子，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上峰让我们把他们遣散回去了。都是些孩子，能有什么用？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老吴，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我问你，日本人会看着他们是孩子，能心慈手软吗？这些人我要定。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别人找不到我先，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10个，我只要10个。10个？哎，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里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再说，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举办。走快点！开门！走！具体任务已经清楚了吧？明天一早出发，走的是铁路，路程也不远。不过越是这个时期，越要小心谨慎。是，请主任静候佳音。待会儿吃什么？想吃个鱼，有没有啊？看看就知道了。哎，行吧。怎么了？走啊！门好像没关好，你先去。杨处长，王秘书在催移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的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是。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当时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那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
押送人是冯申。有的时候啊，你跟天蝎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会去救，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知道就好。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哎，高木先生，您是石野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替人。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木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哎，我这酒泉，哎，到。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了吗？是吗？是。您稍等。哦，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你去吧。是。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总部2位主任至少有1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主任呢，现在在南京出公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说了半天，你在耍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主任是下了严令的，他要是怪罪下来，我担不起这个责呀。那你担得起水野先生的责难？高木先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您高抬贵手吧。再给我1天时间，只要主任回来，我亲自把犯人给您送到梅花堂去，怎么样？这么说，今天崔处长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让步了。真没办法。好，高木先生，高木先生，水野君、あなたの目が近すぎるな。あなたの野心があなたの視野を支持できると思って、残念ながら私死亡させた。3.1名簿は簡単に手入れた。勝つことは味わって、あなた相手と禁止して、あなたの相手見分けることはさえてきません。浅井先生の意味は、上海政府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いずれにしても南京政府はトラブル作る者だけだ。敵じゃない。我々の敵は裏で望んでる人だ。上海駅はすでに消滅されました。征服者はまだ捕まってないだろう。私から見れば南京政府滑るモテルの情報は征服者から南京政府とあなたたち悪い関係するためにわざわざ作ったの情報だ。滑るの情報は初めからあなたたちテーブルのところ届いた。この世界そんな偶然のことあるん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事情的发展变化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营救有把握吗？明天早上6点，李汉之会将江飞曼通过专列送往南京。有了确切的时间和运送路线就好办了。通知江苏方面的同志，在铁路沿线配合营救。明白。我建议我们的人在苏州站上车，因为这个地方人流量大，但是监控没那么严密。水野信贤那边没有任何反应吗？暂时还没有，但是对特工总部知道3亿名单的事起了疑心。
这是一个变量，不得不防。你透露了押运的消息，有没有防备总部延长的后手？秘书处的李科长跟冯生关系密切，绝是谁出了问题，让李汉志自己去想吧。哦，以后如果情况紧急的话，可以让谢小姐来传信。组织上已经同意吸纳谢小姐为党组织外围成员，关于她的考察也算是正式开始了。好，我会传递给她的。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明天的营救行动。何度も捜索しても征服者見つからず、これことについてあなたは注視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あなたは敵全滅するまでに絶対献身しないと私の意見でございます。浅井先生、この言葉があれば私は安心ができます。我々の協力は南京政府が邪魔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の通りです。誰か浅井先生は疲れたのでちょっと休ませろ。どうぞ。给康去了。そのことはもう分かってます。76号はまあ自分で決めろ。我々は手出せれなくていいだろう。これで済ますのか。南京に向けて奴らはこうしてこの事件で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と思わないのか。奴らはこうして容疑者を話すということは私は何かおかしいと思うが、もしかしたら奴らの罠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これは南京方面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私たちの目標は戦北者だ。結局を戻したいて南京にいてタイミングを待ってジャン・フリーマンを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わかるか。南京那边怎么回复啊？让我们赶紧把犯人送过去，动作不宜过大，不要引起日本人的察觉。日本人呢早就发觉了，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之前高木都来要好几次人了，现在突然无声无息的，你怎么看？属下不知啊。要么是真不在意，要么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押送途中再半道截胡。这真的要为了这份名单撕破脸吗？嗨，那也不至于。但是日本人呢肯定会盯紧我们。所以这次押运一定要找一个稳妥的人去执行。原定的是冯申，是周先生的嫡系，背景倒干净，但是能力不行。您的意思？指不定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啊。还是让梁硕去一趟吧，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主任。梁硕与嫌犯的关系，您不怕？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再说了，我们总部哪个人身上干净啊？不都是染缸里边冒出来的吗？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您是说？你到情报科找2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属下明白。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你，还有你，跟我来。
什么安排？什么情况？我哪知道？喂，是我。好，我知道了。怎么了？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封神的要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要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这个时候，米店已经关门了，而且老谭应该已经去联系游击队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汉志确实不好对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押送嫌犯的人怎么变成你了？你问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不去问问李主任？你不会真的想救你的我想好吧，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主导。你是不是在水心学面前说了什么？你信不过我，先信不过别人的人，好像不是我吧？我现在给你个忠告：这次押运行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李汉志想一箭双雕。如果你不惜暴露身份，他要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犯人呢？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自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属下一会儿去接犯人。不用了，麻子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是。总部的临时任务吗？是啊，我连收拾2件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这个你放心，能早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在外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放心吧。组长，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怎么人那么多呀？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能过来。临时调配有一些车身也不错啊。小波头甜酒酿。哦，对了，园子度最高了。我去找他姐姐。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老大，碰到熟人了。总部的动签和那个都有机要出了，出任务赶一趟了。既然都是熟人，就去打个招呼吧。走，走。麻子，杨处，这么巧，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贩。
没想到梁叔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老总，不，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你们两个废物！既然是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回去怎么交差。谢连叔，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这不明摆着就出来了。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是。是。你们回总部调人，集结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长征大楼，我自有安排。明白。主任，宋贤传来消息，他们2人已经报复，现在追随梁硕情报。废物，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梁处长，梁处长，梁总，梁处，你们应该听说过我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2句话的时间吗？去过大补偿。是，梁总。我出去说给你。去打杯水。你也跟着。你不应该冒这个险的。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太，让江里的同志来救你。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我自有办法。这个是钥匙，等到他们救完你，自行选择时机打开。你明知道水月学校和李汉之都信不过你，我们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为的就是钱源。现在又有明德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君安也不信任你。恐怕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你想过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继续潜伏。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李汉之提前了出发时间，恐怕会跟营救你的同志错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设法让火车停下来，开到公路。你太冒险了，你要怎么摆脱嫌疑？我有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严队长，让我去啊。进来。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怎么样？76号有地方，验案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下麻烦了，大概还有2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是。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干什么呢？梁兄，水。我现在没心情喝，我要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的。是，看怎么回事，你们俩盯着。马上。让一下。梁楚回来了吗？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那还不快找？梁楚，怎么了？你去了这么久，梁兄。兄弟们难得出趟差，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就买了点麻糕，犒劳一下兄弟。你太客气了，梁叔，谢谢叔叔。回事？不好意思，火车怎么了？不好意思，长官，我们的火车出了点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站住！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有多久？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站在焊接，少则1-2个小时，多了就不好说了。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点。好。还不快去！好。立刻通知特工总部，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2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该走陆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没这个必要吧，杨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头打个报告，等一等也无妨。我们押运的是南京政府点名的要犯，交押的时间也是特务委员会定好的。如果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你来担这个责任。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你们俩盯着犯人。是。王秘书，是我。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我在常州火车站。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什么故障？听说是车型架坏了。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没有。好，安全为重。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派汽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我听说高木雄一也带人赶去了常州。你们盯紧点，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是。主任。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和南京的公路上设卡，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是。梁处长，常州第2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多爹辛苦了。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去队吧。是。上车。你
带2个人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到处是怀疑。我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其实撵走是好的。快去吧。好。哇，这么久，他怎么走啊？快上车！对。啊！电车前面那辆车。你想干什么？现在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哎，常州分部胆甚大，敢出抢！哎呀，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上海要犯。押送蒋飞曼。人呢？人被梁处长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你说梁硕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就沿着这条路走的。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能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你放心，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这条路没有车经过啊？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彼は救出との関係があるようだ。おい，你别跟上！死给！哦。混蛋！梁硕带着人犯跑了，水墨呢？两个过来，快去！是。要是你弄好了，请你拿着，保护好自己。记着，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出去。我会把车往另外一个方向开。我不想再见到更多的血了，你快走。李汉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你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理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步步为营，理智到冷血？是，我是76号行动处处长，我是特务委员会的副司长，权势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梁硕，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何延甲，还有严嵩，全都死了，全都死了。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梁硕，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76号，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激将法对我没有用。死很简单，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姓名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我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不要这样。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逼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下车。下车！你看，我说的，跑不掉的。我回去要见老大，有什么话要跟组织说。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什么事？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的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我曾无数次的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不敢。我不管梁硕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
就绝对逃不掉。梁署长，你玩这球什么意思？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老大，没事吧？梁叔，你这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我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个人的枪给我下了。是。哎，梁处，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你给我老实点。我这机要是弄过了，黄副处长根本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什么？怕是共产党在这儿唱双簧呢吧？啊？我们怎么成共党了？梁处，华子，老白，嫌犯交给你们了，安全的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是。梁处，误会了，梁处，哎。你在等我？青霜同志，欢迎回家。青霜同志，一定要小心。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若既来时路，但求知源头。若既来时路，但求知源头。そうか。奴らこうやって逃げられるのか。機関署から指示だ。大学決戦の14時に南京側に立ち進むことを許そう。全都取消，撤！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
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宋乾，你说。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梁硕，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真没想到他这么惊觉。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想到，他们真派人来查呀。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2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吗？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主任，主任，滚！是。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将这次会议纪要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水野发过去。主任，这是我们76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他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那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属下明白了，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3·1名单的事件已经应该确凿无疑了。看来我们和水野之间呢，只怕还会有一场暗中的较量。事关南京政府国祚，我辈也当鞠躬尽瘁。梁硕那边怎么样了？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发则通告，宋张2人曲解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那就这样吧。你让崔墨安抚一下梁硕。现在76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你最近一定压力很大吧？梁硕怎么样了？他已经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了。梁硕没有出手去救江飞曼，说明到现在还是值得信任的。他没有出手救他，并不代表他不想。对，有道理，必须谨慎一些，继续盯紧他。名单的事，不能有一丝的差错。
你早就知道中山一男不是钱景寿，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江飞曼这个共党。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梁硕知道这件事吗？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看来你们俩磨合的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据我猜测，钱景寿和3.1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钱景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梅花堂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敌之后没有任何动静。希姐，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清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小心着凉。袁先生落谈了，现在风声紧，估计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曼姐她，我没有保护好他。这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逃不开，也躲不掉。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梁硕，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2份电文都到了。哦。这件事你怎么看？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直接说你的想法。宁可弄错，不可放过。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大爷，您忘了，
刘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收到此次事件的波及。很好，马上电联刘道宏，我有新的指令给他。老五，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很好，马上回复。谢君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开玩笑？是他戴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难道你想抗命？3亿名单初见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不是还有我吗？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伪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不然就来不及了。陆西先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伪和日本高层都知道3亿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钱景寿藏多久。機関長、さっき外務省の原田政務長から電話がありまして。私の言った通りに返事してくれ。はい。もう返事をしました。浅井の逃亡について、東方が注意しておりますと。奴らいたことを気にするな。今は外務省の電話ですが、次は陸軍部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南京政府が東京に申し入れたから、もう隠し入れはできませんと。浅井先生が上海にいることが誰かと話した。南京方面はすでに分かっている。まさか、南京側が捕まった共産党の者から情報を。ありえない。上海行きはすでに全滅している。機関長、もう一人が。天主。私の油断だ。上海拠点は壊滅しましたが、スコーピオンはまだ捕まっておりません。浅井さんもその点を注意すべきと。私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るか！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上の人は名簿のことをすでに分かっている。もし我々が約束できなかったら、浅井先生のことをすぐ計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这次押送行动啊，也算是大功告成。梁处长可谓是功劳苦劳，兼而有之啊！我会依照特务委员会的要求，对梁处长进行特别的嘉奖。这次和总务处的2个兄弟闹了点小误会，吾辈有失察之责，主任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嘉奖，实在是惭愧。哎，人送到了就是最大的功劳。南京方面对这个人犯十分的重视，对梁处长的果决也是赞不绝口。在和平大会召开之时，有梁处长在，那南京政府也会放心很多呀。属下分内之事。好，坐。
確かに水野君は私会いに来るはずだ。浅井先生、ここは昔海軍クラブでした。まあ環境的にはなかなかいいでしょう。浅井さん、ここでの生活はなりましたか？天使取りの警視はどんな美しでも結局は警視に過ぎない。浅井さんみたいな目標は持てません。私に言わせてもらいます。正直に言ってくれ。3.1名簿はもう隠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あなたが上海にいることは軍部の人はすでに分かっています。みんな浅井さんのことを探しています。私はだいぶ前水野君がいけないと言いました。水野君は余計な話聞かない。もしも上海軍との集まるところ殲滅させなければ3.1の名簿はそんなバレないと思う。知ってるか？我々の相手はそんな弱いじゃない。今天这次会议不仅仅是对梁处长的表彰会，也是和平大会召开前夕的特别动员大会。在座各位都是我李某人最信任的同仁。总部最近风声四起，大家都是搞情报工作的，想必也都探听到了一些消息。上面的消息，您再给我们几个胆子，我们也不敢乱传乱打听啊。消息已经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印证，之前关于3.1名单的猜测完全属实。南京猜测3.1名单的制定者钱景寿极有可能藏匿在梅花堂当中，而这个人对于新政府至关重要，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密切关注梅花堂的动向。私知ってるのは、喜んでる人は倒れない。我々は現実を見ましょう。お互いのことはお世辞に言わなくていい。浅井先生、名簿のこと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す？私は全て言いました。この計画は私ではありません。軍の人は名簿のことはすでに分かっている。これを利用して新しい先生を考えればならない。浅井先生、と思います。私の人生は懸命と戦っていた。これほど悪くはない。我知道各位对此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上面有自己的考量。正所谓顺势而为，胜天半子。虽然我们新政府和日本政府有着深度的合作，但是也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南京方面已经就名单和日本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交涉，而我们也应该积极配合新政府的行动。切记，一切都要以新政府的利益为先。主任，石野信玄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梅花堂啊，很快就会有动静了。浅井先生、もうそんなの観光のことを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自分の身も守らないと。3.1名簿が最後のつなぎなんだ。上の上司たちは権利のため私を軍事法廷に送られました。3.1の名簿は私情報障害神経のものである。これは日本と大東は利用するの利器である。奴らは軍交渉じゃないのものだ。浅井先生、俺のことを信じてもらえますか？信頼は特許といえば贅沢なものだ。水野君は私よりよく分か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浅井先輩、その名簿が他人の手に渡ってはなりません。私と手を組む以外に他に道はあるのでしょうか？